近日，中美会晤举行，引起大家热议。众所周知，其根本目的是缓和中美紧张关系。美国强烈表达出不想和中国产生冲突，希望双方能进行明确谈话，确保两方的关系不会进一步恶化。但是在中美达成一致时，美国官员却扬言从实力出发，和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。这句话让人想到此前的美国对华政策，美国这是潜含义武力压制，想对中国进行口头压制，为自己谋求最大的利益。其实美国目的早已暴露，从美国近期的一系列作为来看，显然美国在外交上的可信度不高，而中国也识破了美国这一目的，对此提出了强硬的态度。中国针对美国的态度释放两大信号，美国所谓的公平是仅对自己，而中国也有自己的平衡标准。对此，中国释放两大信号，让美国明白中美关系并不取决于美国一方，美国所谓的标准并不是通用的，不能由美国独自做主。第一是坚信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是平等的，不存在等级之分，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是基于一定的政策，并不是蛮横打压。中美关系也不是由一方所能决定的，但美国此前企图采用政策打压措施，从军事方面不断骚扰中国，让中国处于十分头痛的局面。这是美国外交的不健康手段，一味地触碰中国的底线，进一步侵犯中国的主权问题。第二是中国有自己的原则，一旦美国态度太过分，中国不会甘于屈服，会对此给出应有的反击。而中国的态度加强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，美国表面看似对中国频繁释放善意，却会在背后给中国耍黑招。此前美国对外宣称自己支持一个中国原则，行动上做的却是完全相反的。就台问题上一直联合日本打压中国，而口头上的无意反华联盟也是给得很敷衍，这不禁让人怀疑美国的诚意。这两条表态是为了警醒美国，霸权不再适用。美国的态度是对中美关系缓和的首要，只有美国给予真诚的态度，双方必然能够顺利交谈，而中美关系也能有新的进展。中美关系一直处于一个僵化阶段，而这一局面显然是由美国一手促成的。近段时间，美国担心自己地位不保，对中国不断进行打压，并对其进行制衡，牵制其进一步发展。很显然，美国的伎俩没有得逞，而中国的这番话也是对美国的一个警告。霸权的时代已经不存在，美国的试图采用武力打压的方法也不再适用，而这种妄图单方面获利的行为是不可取的。美国只有拿出真诚的态度，中美关系才会有新的进展。据环球网报道，中美在会晤中，中国直言中美关系之所以会陷入僵局，是因为美国一直把中国当作幻象的敌人，企图把中国进行排外，进行孤立性的打压。联系美国近期的行为，很明显，美国是在践踏中国的底线，而只有美国能够拿出真诚的态度，中美关系才会有所缓和，才会有新的进展。近期，为了警告分裂分子勾结外部势力的举动，中国陆海空三军继续进行密集演习。这些演习行动有以跨海登陆作战行动为主。据中央电视台军事频道的报道，中国第74集团军下属陆航旅组织了直9侦察直升机和直10攻击直升机，在福建省沿海进行了昼夜水面实弹演习。由直9直升机携带天雁90空导弹进行侦察和警戒，而直10攻击直升机进行跨海打击。直升机机组人员练习了超低空突防、独立规划攻击路线和对海上、岛屿和空中目标的精确打击。据指战员的描述，与之前的演习不同，在最近的演习中，解放军的直升机开始配备多种类型的弹药来攻击不同类型的目标。在以往的演习中，为了便于科目评估，每次训练只会演练一个科目，携带一种弹药攻击一种目标。但这明显是不符合实战要求的。此次演习，解放军的直升机携带了全部弹药，要求飞行员在一个架次中完成火箭弹对海打击、导弹对地攻击以及空对空导弹射击。中国陆军非常重视直升机在跨海登陆中的作用，因为直升机速度快、火力强，可以有效压制对方的防守力量，打开战役的突破口。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型直升机加入中国陆军，中国陆军完全可以实现大规模的海岛机降作战，速度比传统的船只登陆快数倍。据媒体报道，在最近的另一次演习中，中国海军陆战队下属的一个合成旅与民用舰艇协调，在一个未公开的地点进行了一次远距离跨海机动演习。据中央电视台报道，作为运输任务的一部分，大量不同类型的两栖装甲车和军用卡车被装载到民用船只上。几十年前，由于登陆舰只的不足，中国非常依赖民船进行跨海登陆作战，也就形成了所谓的千帆竞发的渔船登陆的场面。
时至今日，中国海军已经拥有了大量的登陆舰艇，包括075大型两栖攻击舰、071型船坞登陆舰等等。但此次演习说明，民船依然在登陆作战中有着巨大的作用，但显然已经不是那些老旧的渔船。中国已经建立了全球顶尖的民用造船行业，建造的大量滚装船都拥有自卸功能，可以运载大量的登陆力量，可以输送装甲车、火炮一类的重型作战装备。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高级顾问徐光宇告诉环球时报，美国最近在台湾问题上加大了挑衅的动作。日前，美国军机再次登陆该岛，这是赤裸裸的挑战中国红线。而解放军最近的演习表明，中国不会让分裂国家的行为上演，也不会让美国为所欲为。美国空军7月15日在台湾岛降落一架C146A 飞机后，中国国防部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，任何外国船只或飞机侵入中国领空或领海将造成严重后果，而分裂势力如果一意孤行，一定会遭遇最惨痛的失败。据环球时报的消息称，当前印度军方已派遣反恐部队前往中印边境地区，以应对来自中国军队的威胁。据了解，此次调集的印军规模约有15000人，这些士兵每年都会在靠近中印边界的寒冷沙漠地区进行军事演习。从去年起，这支部队就在边境地区和解放军对峙。后续中印关系稍微缓和后，该部队就被调离去了印度北部地区执行反恐任务，而现在该部队又开始了同解放军对峙。很显然，中印两国之间的边界冲突虽然已脱离接触告一段落，但种种举动表明，不论怎样，印度人根本不可能放下对中国领土的觊觎，下一次发起对中国边界的挑衅必定只是时间问题。这可不是危言耸听，从印度高官的态度中就能看得出来。在中印冲突1年多之后，印度国防部长当时访问了中印边境所谓的拉达克地区，并对视察的部队声称，他已经迫不及待在战场上看到印度军人的英姿。身为负责印度国防事务的一把手，辛格不久前还访问了印度卡纳塔克邦的海军战略基地，并宣布要把它建成亚洲最大的海军基地。显然，这一目标旨在打击正在发展的中国海军，而辛格再次到中印边境造势，只能说明印度高层又开始打算要挑衅中国了。众所周知，中印边境的海拔都比较高，一年四季只有夏季相对适宜驻扎大量的军队，所以印度每次挑起与邻国之间的争端，大多选择在了夏季。为此，我们不排除印军此次抽调1万反恐部队再次奔赴中印边境的目的是为下一轮的挑衅做准备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面对这一次规模超过10000人的印军迫不及待重返边境这一行为，著名的军事专家罗源将军表示，就现实而言，印军的部署无疑是在挑动中印边界的紧张情绪，其企图越轨的意图早已显露无遗。在今年2月10号，中印两国部队才脱离接触，但仅仅过了5个多月，印度再次调集大量部队驻扎边境地区。如果说印军如此迫不及待地想要送死的话，那我军随时准备立功。无论印度当前到底想要做些什么，如果再次挑起事端的话，那相信解放军一定能让他们再次尝到失败的滋味。虽然中国人民热爱和平，但只要印度一天不放弃对中国领土的无理觊觎，那中国就不会放弃战斗到底的决心。